在你眼中，重庆到底是一座什么样的城市？山城、火锅、穿楼而过的轻轨，还是燕子无情离去的街道？对我而言，重庆给我留下太多的酸甜苦辣，让我又爱又恨。我也说不清这座城市到底有什么好，只是它给了我不一样的感觉，是别的城市无法替代的。我相信很多人对重庆的印象有的是火锅，有的是山城，有的是两江交汇的嘉陵江和长江，还有身后的标志性的建筑来福寺还有人会觉得重庆对他的印象是美女在我的眼中呢，重庆呢印象远不如此，因为我从贵州山里面走出来，我来到的第一个大城市是重庆，然后我在重庆念大学，在重庆工作创业，我的很多故事成年后发生的都在这儿。所以呢，我对重庆呢是很多看法是基于个人情感上面的，然后我想带大家去看一看我眼中的重庆。这期视频呢和我以往视频的风格不太一样，我们正好要路过重庆这个地方，所以我就顺便记录一下，跟着咱的镜头，我们去看一看我眼中的重庆是怎么样的。填高考志愿的时候，我毫不犹豫选择了离家较近的大城市，那就是重庆。来之前就听他们说这里热到批爆，我不信。直到我老爸开着没有制冷空调的桑塔纳来到这座城市的时候，我终于知道，原来地球还可以这么热。说到重庆，给我的第一印象那就是热。重庆的夏天呢，高达了40度以上地表温度呢，甚至高达50-60度以上。敲一个鸡蛋下去那个鸡蛋都可以煮熟。关于重庆的热，我还记得大学毕业创业那年，我跟着我兄弟一块儿开了一家花店，因为人手不够。我就骑着摩托车去送花，炎热的夏天，穿进隧道里竟然堵车了，堵得连摩托车都无法通行。在隧道里停留20分钟，本就炎热的天气加上汽车的热浪，在不通风的隧道里如同蒸桑拿，从头到脚就像被倾盆大雨淋湿过。当我急冲冲地把鲜花交给客户的时候，娇艳的玫瑰已经蔫了。今年重庆热得有点晚了哈。但是也要开始热了，每年就是高考完了过后，要陆续要进入伏天了。欢迎大家夏天来到重庆玩。在重庆来嘛，除湿你身体有湿现在到热天了，出点大汗水，要把湿气给你出来了噻。还有在重庆来吃点火锅，多吃点，火锅吃了也除湿噻。怪不得重庆的肛肠医院多。我们大热天那些打个光马豆儿，啤酒一喝几，火锅一烫几，那个吃了舒服得很，汗水滴下来。哎呀，对，爽！重庆没胖子，像我们现在就叫胖子了，算胖。你不算胖你这算体格的刚刚好，不算胖。我坐在那个椅坐久了，他肚子坐大了。我要去娱乐场所唱歌领过去，是吧？娱乐场所晚上，你们要去玩的话，晚上可以去玩的。这个不能说。这个不能说秘密重庆人的秘密基地，外地人来了不晓得。我现在来带你们坐缆车，缆车的话，我们可以在上面看到这个桥千厮门大桥，还有就是江景，很漂亮。但是我建议的话是晚上来坐，晚上重庆夜景嘛，江景很漂亮的。我们3个人哇，这么多人，这一车要拉大概40-50个。我第一次来重庆的时候，当时还在念大学，然后我就来重庆主城区玩嘛。很多大学它其实都不是在主城区，都是在周边的郊区。来这里3件套，一个是洪崖洞，一个是缆车、磁器口反正等等逛这些古街古镇吧。在重庆就这样。然后吃的3件套的火锅串串还有小面。我们要去占一个很好的位置，带你们看一看我们到这个位置吧，在这个位置。非常好的位置现在我是小白导游，对面的来福士在那里然后这个是千厮门大桥，我们现在要过到渝中半岛去 ，Go， 我们出发了！我靠，其实还是有点吓人的。有被害妄想症的人就不要来做这个了，为什么？因为每一次做这个时候往下一看，感觉就要掉下去，这个要是掉下去了，我操，嘎了真的。
以前我在上面那个游轮上工作过，长江黄金游轮啊，它从这儿一直要开到宜昌去啊。因为是工作人员嘛，我就住在那个船舱的底部，船舱底部那个发动机轮机那儿啊，就非常大的声音。然后那会儿吵得我睡不着觉，船上面的那个上层每升一层就要加1000块钱，每升一层就要加1000块钱，就非常有意思。到了这边，单向出口。老板儿，你那个是啥子果哟？那个啊，糯米梨子，那个呀？那个红心果，红心果，那个耙耙干，耙耙干哦。买点不嘛？牙儿嘞，刚刚我们在那边有人骗我说那个是冰糖干儿。啊，不是耙耙干。它好多钱斤了你？那个10元一斤。那个人卖我18，把我们当哈儿烤。我们60岁了，是那个都是那个。年纪还是比较实诚，真的。行，我给你销2个。谢谢。2斤2两22。22块钱。2杆20的。你吃完那个好吃，不得差的一家。那个是啥子果嘛？啊？那个是啥子果？红心果。红心果。点。好吃不嘛那个？脆点甜的。你可以让我尝一根那个小的嘛，对吧？我以为是那种染了色的啥子果，是不是？不是。它天然就长那个样子。来，很金贵嘛那个？那个是那家贵，我们去拿来贵得很。到磁器口的话，其实和在很多我去过的古镇古街都是差不多的，大同小异。像身后的建筑呢，它都是代表了当地以前的那些传统的建筑，还有很多小商品，都是义乌小商品。吃的话也有当地的特色，也有外地的特色。所以呢，咱们去过全国很多像那种古镇古街，磁器口的话，它留给我的印象更多的是情感的因素在这里面。我第一次来这里的时候，我就走到了这边磁器口这个街道上的后面的山上面来，然后我发现这里非常的好看，而且还有当地老百姓生活。现在好像是已经全部把这里改建了、修了，变成了这个样子啊！很多东西啊，一定要当时及时的去记录它、分享它，不然我们记忆当中的很多老城、老街、那些老巷子，就会随着现代化的进程建设而消失掉。大学的时候念的摄影，在校期间就特别痴迷人文故事，经常和我上铺的兄弟一块坐绿皮火车去别的城市街拍。那个时候我们就跑遍了重庆很多古街古镇。当我走遍了大江南北的古街古镇后，磁器口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我清晰记得我和大学的兄弟一块到磁器口时，那是我第一次接触这样的古街。如今10多年过去了，我拍了很多关于磁器口的照片，却唯独没有一张合影是关于我兄弟的。这个地方就是我对重庆的第二印象，码头，然后还有它的批发商场。以前朝天门没有那个来福士的时候，这边是有很大一片的那个服装的批发商场的。我记忆点最深的就是我跟着我的妈妈来到这个批发商场，在大学的时候跟着她来进货，带你们进去看一看。我已经有好多年没来过这儿了。这里面的这个衣服哈，其实好多衣服它都是那种就是中老年款的。我妈妈当时开的那个店在县城里面嘛，她卖的那个衣服就是中老年的衣服，很便宜，看到没？她这个衣服就是50块钱到128，但实际上还会更便宜一些。他们中午来进货休息累了就在这里吃饭啊。这里就是有很多那些个皮具啊，我记得我当时跟我妈好像就是这一家来看的，但是好像不在了，好像就是这里有。因为我逛逛了，老板。啊，这里有好多包。哎，我正好可以买一个电脑的那种包啊，这里面的包满目琳琅的。就这个包，180，怎么样，老板？180嘛，我们大学生。行哈 ，OK。你们那个干棒一天有生意没得？有生意。现在好多钱个哟？300啊。对。老子，你看时间长长嘛，板松手嘛。哦，好，慢慢摆哈，你们。把它带进去。以前的朝天门并没有这几栋高楼，大大小小的船只会停靠在码头。我念大学那会儿还有棒棒，就是帮忙挑东西的劳工。因为重庆是一座山城，很多东西需要靠人力去运输。有一次
我陪我妈妈在朝天门进货的时候，我们在市场里逛了很久。那时候不懂事，我嫌弃妈妈老土丢脸，和她在市场拌了嘴皮子。她伤心地花了5元钱叫了一个棒棒，跟着她去赶车。我看着她离去的背影，很是复杂的情绪。暑假我回去看了她开的服装店，名字叫丽园服饰，我心里还嫌弃着这店名也太老土了。时隔很多年，我路过菜园坝车站的时候，抬头看到大楼上印着金丽园大厦，我才明白，原来妈妈每一次来重庆进货都会扛着大班小班在这里转车。没有什么文化的她估计觉得这个名字能贴在高楼上肯定很洋气，所以才取了那个店名。我也终于明白，那么炎热的天气，一个女人为了生活艰苦奔波是多么的不容易。所以在很多年后，我走上了自媒体之路，也终于接受了平凡的他们出现在我镜头里。这里就是解放碑了。解放碑呢，我来这里其实带大家看的不是看它的历史或者怎么的啊。战争年代听到这个钟声的时候啊，非常的紧张。在和平年代呢，现在是代表着爱情，当然也代表着幸福团聚。每一年跨年的时候，在解放碑0点整的那一刻交响钟声，很多善男信女在这个4条街道挤满了上万人，然后在这里听钟声响起。我来听过一次，然后在这儿的故事呢，咱就不继续往下讲了。如果说大家想来这里听钟声，可以自行搜索一下，还挺有意思，挺热闹的啊。我现在带你们来到的这个地方，是我2014年大学毕业的时候住的第一个小区，10年了，就住在这边上。我印象中的重庆的话，就是有很多像这样的小区住宅，全重庆大概都是这样子啊，有老小区、新小区的一种结合，然后对面又是一些很现代化的大楼都市，这样。我没卡，我就不进去，就在这里看一眼。我以前上班就要一直从这条路走过来，走到观音桥，大概每一天我估算了一下5分钟左右，然后我会在这边吃一顿早餐，然后再去上班。这个摊位还在，它还在这里的。我刷个鞋，我那个得行不得刷？我刷一下嘛。我看你很面熟，我都是想很面熟啊！以前我就经常在你这儿刷鞋，6、7年前了。现在打去了嘛？那还我没在重庆呢。没在重庆了。哎，对。重庆这边就是很多地下的这种通道的商城，这些东西卖得很便宜，在这里工作生活的上班族大多都在这里买东西，因为价格便宜，很多人躲在这里休息。我以前也会这么干，每一次从地下通道出来的时候都会觉得很热，热的会受不了。我现在也要去坐地铁，好久没坐过了，哈哈。观音桥的人非常多哦，坐在树荫下乘凉，然后这里的美女也是很多的。乘车我居然才知道可以用2维码了呀，直接扫2维码就可以过去了，哈哈。我好久没有坐过轻轨了，真的。我最喜欢在这个位置，你们知道吗？然后下车方便。我们现在到华新街了，坐一个站，从观音桥坐华新街到牛角沱去换乘2号线，然后再去我上班的地方，其实还挺近的。这样可以看到风景，很漂亮。这个就是牛角沱站，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枢纽站，同时也是非常难走，在这里。上来之后就可以看到这里车在我们面前。Open the door。换乘2号线。每一次换乘2号线的时候要走很远，2号线也非常的拥堵。我们可以在这里看到那个轻轨穿过去的样子。对于外地人来说，轻轨就是他对重庆的一个印象。那边可以穿楼，从那里穿过来很有意思。你走2号线换乘过去的风景也是很漂亮的。哎，我靠！大西沟，记住了啊！走过这个天桥就到我上班的地方，就是那栋楼。重新走过自己奋斗过的地方，挺有意思的。其实没有感觉太大的变化，
建筑还是这些建筑，街道还是这样的街道，只是门面换了。有时候你要回到你曾经居住过的地方、工作过的地方看一看，会给你很多启示的，真的。我这次这样走一走、逛一逛、看一看，脑子里面会有很多就是一些新的想法、一些新的感悟，对自己来说是一种激励吧。由于时间行程安排的原因，我匆匆走过了曾经的路，是为了提醒自己不要忘了初心。其实重庆还有很多印象，以后有机会再来好好拍一拍吧。这一次我想把重庆作为起点，去到刚开始做自媒体走过的地方，正好也有4、5年没有去过新疆和西藏了，去看看也好。